中国军工堪称全球最卷，没有之一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中国军工在短短10几年内，从望尘莫及到并驾齐驱，甚至在某些领域全面超越美军？答案是靠独一无二的军工体系。这一切或许可以从2025年印巴空战说起。你知道巴方击落印度战机的霹雳15是哪一年生产的吗？2015年。据曝光的霹雳15生产线视频显示，该工厂可以24小时全自动无人化生产，日产能最高可达100枚。这类高自动化生产线已广泛应用于其他军工产品上。正是在那前后，歼20隐身战斗机正式亮相，随之诞生了一套全新战法，后来被巴方成功运用。该战术最初构想是，由预警机在400公里外发现目标，歼20隐身前出至150到200公里处发射霹雳15导弹，随后迅速返航。导弹中段由预警机引导，末段自主雷达开机加双脉冲发动机点火，全程仅给对手约7秒反应时间。网传歼20在模拟对抗中打出108比0的战绩，依托的正是该体系。这一打法核心在于我能打你，你却看不见，够不着。很快，我军进一步拓展思路，既然歼20可行，那歼16、歼10C 图上隐身涂层是不是也能执行类似任务？飞机本质是导弹发射平台，只要隐身突进至射程，发射后撤离即可。但军工科研人员并未自满，反而警觉起来，这套体系极度依赖预警机，而中距空导弹、隐身战机与数据链技术最早由美军提出，他们是否已掌握类似战术？若对方先打掉我方预警机，战局将瞬间逆转。于是，更远的导弹射程达400公里的霹雳17诞生了，力求在对方预警机发现我之前抢先开火。但预警机一旦被锁定，仍极其危险，必须再多一层保障。于是，无人预警机如无侦8开始登场，以量补价，持续指挥，即便损失也不影响体系运转。可万一通信被干扰，随即 2CT158B 电子战系统投入使用，可干扰甚至入侵对方通信。接着，中程僚机与歼20协同战术浮出水面，用无人平台前出承受火力，有人机后方稳妥输出。但若美军后撤至关岛以外，超出我火力覆盖范围，于是军工科研人员又将航程7000公里的双尾蝎、隐身长航时攻击11，乃至航程8000公里可携带200架微型无人机的9天无人机系统接连推出。但是军工人员还担心不够快，于是第6代战机和射程1000公里的霹雳21也已步入视野，并很快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回过头看，霹雳17及后续一系列装备的诞生，并非因为敌人比我们领先，而是中国军工以料敌从宽、御己从严的极致要求，不断主动突破、自我加压的结果。有趣的是，当我们以为美军藏了一手全面备战之时，现实是对方连霹雳15级别的导弹都尚未完全突破。这种全体系、多维度、持续超越的内卷，恰恰成为中国军工最令对手胆寒的实力底色。正如中国驻联合国大使耿爽说的：“如果中国真的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补给，那战场的局势早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”我们应当致敬这些默默奋斗的中国军工人。当别人还在 PPT 上构想未来时，我们的工程师早已践行一个最朴素的真理：与其猜测对手的底牌，不如主动重新洗牌。最后，感谢大家收看我的频道，我会继续努力，持续为大家输出高质量有内涵的知识。如果您方便的话，点个赞，关个注，下次再看不迷路。